创造力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创造力是我最重视的事情之一。最近我跟创造力的关系变很多，因为我没太多时间画画，但是说实话，不完全都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灵感。如果是时间的话，我其实觉得我有很多时间，如果我真的想画画，我肯定能找到时间画画。我应该从一开始说话。我在12岁的时候开始画画，我一直在画的就是同人图。我很早很早一直在同人圈里面。我第一个同人圈就是我的世界，不是游戏本身，而是那些 UP 主，比如说 Teamcrafted，我自己没看到他们的视频，但是那时候我有很多朋友、网友喜欢他们的内容，所以他们写同人文的时候，我开始画画。一开始我的灵感都来自别的创作者，我画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包括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是什么，但是我会把那些名字都放在屏幕上面。好，对我来说，画画不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能力的事情。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画多厉害，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。我就是一个很随意的画家，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所以我大部分画的事情并没有太复杂。我个人喜欢画人，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的角色。现在我喜欢的书就是天官赐福，而且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鹤玄，所以我现在画的大部分是鹤玄，但是我还算自己一个创作者，这是我的身份之一。我刚刚说过，我现在没什么灵感，那是为什么？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开始学中文了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停止用社交媒体，就是那些 Instagram、TikTok、Tumblr。以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刷这些平台，现在我还喜欢看 YouTube，但是别的平台我不怎么用。我开始用一个软件叫 ScreenZen，我并不是限制我用的时间，有很多不同的选择。如果一个限制太严格的话，我可能会删掉那个限制。我就是那种人，我用的限制很简单，而且没有那么严格。我只要呼吸15秒就可以开始用那个软件。只有这个让我完全停止用 TikTok、Instagram、Tumblr、Twitter 这4个平台，我完全不再用了。我就突然发现，我怎么开这个软件？我懒得呼吸，所以我懒得用这些软件，真的很神奇。只有这个真的省了我很多时间，但是这个跟创造力有什么关系？过了2年，我也没发现什么关系。但是这前3年我画了很少。一开始我觉得是因为我
没有对特定的内容感兴趣。比如说，我特别喜欢人渣反派自救系统的时候，我画了很多同人图，因为我大部分画的都是同人图，所以我需要看一个事情才会画画。我不会做太多原创，因为这2个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学中文，而不是什么内容，所以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才停止画画。但是我学中文的过程中，我其实看了很多东西，很多耽美，比如说撒野，还有贵妇兵团，这些我都特别喜欢，但是没画什么画。我前3个月才意识到，是因为我现在不用社交媒体了。我一直没发现我的灵感大部分来自社交媒体。我当然刷了很多没用的东西，但是我很想念的是看别人的作品。我用Tumblr的时候或者 Twitter， 我大部分看的是别画家的作品。那时候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，比如说，如果我看了一种我很喜欢的画风，如果我喜欢他们的线条，我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作品，他们的画风，把别人的画风当成参考。而且，如果我看一幅特别厉害的画，我下个作品或许也会接到一些细节。我觉得创造有2个方面，第一，当然是输出。如果我画画还是写小说，都是输出。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很重要，就是输入。如果一个作者不怎么看别人的小说，不太喜欢看书，我觉得他们的小说可能没有那么有意思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。当然是一个 generalization， 可能有一些作者真的不看书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灵感大部分来自输入。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是一个同人画家。但是因为我不用社交媒体，我没机会看别人的作品，所以我没什么灵感。当然，我想继续画画，我还是特别喜欢。但是过了很多时间，我现在不怎么熟悉我以前画画的过程了。但是我并不是想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画画，我还是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表达自己，创造事情，不就是画画，也是写作，也是剪辑视频，也是拍照片，也是做饭。所以我还是很重视创造力。但是如果我以后不怎么画画也好，我还是每个月想画一幅画。但是我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表达自己。我喜欢做饭，我以前没有做饭，还有我现在写日记，我剪辑视频，我想开始拍照片，我也开始又写作了，我很久没写作了。
我觉得创造力不就是一个事情，就算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画画，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每天画一幅画，但是只要我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创造力，我会很开心。我觉得输入还有输出就是一个平衡，你不能缺乏输入，你也不能缺乏输出，两个都很重要。当然，如果你自己不同意的话，没问题。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创造力的发现，所以想分享一下我以后打算怎么办。其实我还是不知道，我想简介更多，我把这个频道当做一种创造的方式，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。如果想看更多的话，欢迎订阅，想表达支持就点个赞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